天都大亮了，还开灯？高手过招，总得把眼睛瞪圆了。打心理战，先以气势压倒对方。出发！哎呀，演习都要开打了，你这个当参谋长的，是不是刚起床啊？厂长，就这种演习，你还真把它当回事儿啊？啊？走走程序，摆摆过场，咱俩都歇了，人家照样玩得溜溜转。百练也是练的啊，那也不能瞎对付。走。跟我到阵地上去转转去。我回去睡回笼觉去。哎，走走走。真没想到，康凯还是个蒙族人。他母亲是汉族人，他父亲才是个地道的蒙族汉子，曾被草原人誉为纳亲。纳亲，蒙语是雄鹰的意思。团长，大大小小插了这么多旗，能管用？凡成事者都善于造势啊。哦，你等等，教鞭，把这弄牢。是。快。张扬没什么不好，张扬本身就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最好的包装和推销，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点上，要闹出点动静来，而且动静越大越好。关节点，
你是说编制体制的调整？市概率的风声越刮越紧了。上面虽然没有发话，但是网上的消息铺天盖地，无风不起浪啊。红军团万一真的是散在咱们俩的手里边，我们怎么面对江东父老？所以魏师长在这个关口，千方百计地说服上面搞这次演习，一定有着深层次的考虑。张扬造势、包装、推销，能管用？你记住，适者生存是万物演变的护身符。拿着。怎么，让我也包装？毕竟不是土八路的时代了，这可是演习，不是过节啊！演习就是军人盛大的节日，我的政委。团长，我看你这操心的命，忙活这种演习，还不如回去睡觉。少发牢骚。百练也是军事演习中的一种形式，蓝军总得有人当吧？再说了，导演部已经下了谕令，咱们就得执行，不能出半点问题。能出什么问题？走走程序，跑跑过场，何况咱们是跑龙套的，想出问题也出不了。跑龙套跑不好也容易出问题，咱别给基地们添麻烦啊！不会添麻烦，我只不过还没麻木而已。我就看不惯庞成功那种神气，不就是在国外喝了几天洋墨水吗？牛的眼珠子就冲天了。人家牛有牛的资本呢，比我小5岁就是正团了。据听说是咱们军区最年轻的团主官吧？别看他块头大，论岁数，管我还得叫大哥呢。真想杀杀他这股傲气。这次是没机会了，要是搞真对抗啊，真该好好教训教训。哎，团长，我要憋不住，冷不防给他一下怎么办？团长同志，猛虎团集合完毕，请指示参谋长田金河。稍息。这儿，周迅。连长，到。把你的帽子整好，把迷彩服的领子翻出来。是。马连长，到。把它整理一下。是。不规范的东西，成为习惯就是恶习，恶习会成为固癖。记住，仪表也是战斗力。唐团长，田参谋长，我们庞团长来拜访一下康团长。好，请稍等。立正。王排长，站您作业，组织休息。是，大伙儿暂停作业，回来休息。哈哈，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庞团长竟然敢单刀赴会啊！看来康团长熟记三国呀。我只记得小的时候奶奶给我讲过狼来了的故事。虎落草原，狼能不来吗？不然的话，虎怎么可能自称是百兽之王呢？虎落平阳被犬欺嘛，正常。怎么着，庞团长是想跟我比掰腕子吗？信息时代了，比手劲儿还有意义吗？就是星球大战时代了，较劲的也还是人。大战在即，庞团长不会是礼节性的拜访对手吧？那好，明人不说暗话。康团长，
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为你们开辟胜利的通道。按照演习预案，红军发起总进攻的时候，要从这里冲上去，将胜利的红旗插在山顶上。你自己看看，这坡弄得这么陡，坦克开上去不翻个了？这不正在休整吗？为你们铺平胜利之路啊！老兄，咱们可都是干参谋长的，你多出点好主意，别出歪点子呀！我哪有你田参谋长的水平？好，军中无戏言。我问你，这个坡度原来是多少？不太清楚。可我清楚，22度。现在你把它弄成多少度了？没测量过。这目测都能看出来，至少在30度以上。坦克爬坡的极限是30度，这个常识肖参谋长不是不知道吧？那30度那是低度酒，凭田参谋长和庞团长的海量。肖参谋长，你搞什么名堂？庞团长，你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不过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确保你顺利地夺取胜利。不是在跟我唱双簧吧？连对手戏都演不好，怎么可能唱好双簧呢？既然是百练，咱们就按预案进行，这是纪律，没有什么好争的。要是有机会实打实的干一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好，那我就提前祝你成功。庞成功吗？一定成功。那我就谢谢你的慷慨，慷慨嘛，果然慷慨。请。庞团长，我肖书月一定知错必改，抱歉。再见。再见。这个伯克手是你们骑的吗？啊？你认不认识？不认识。这个人肯定当过兵。
长同志们，请看，红军的战情已经插到蓝军的阵地上。红军部队比演习规定时间提前了7分钟，攻占了蓝军阵地。 角度多少？19度。这野狼说话还算话啊！上！ 不行，大嫂，我心脏实在受不了了，我不看了，你再坚持一会儿，大嫂。不行，你看我手上全是汗，我不能看。那我先送你。哎，好样的！ 你们都给我出来！演习都打完了，还闹啥呀？有你这么损人的吗？严重了，田参谋长。既然胜利以红旗插在蓝军阵地为标志，谁插就不重要了。你插我插，不都一样插吗？ 去，把你们团长叫出来。他病了，神经病吧！呀！好样的！哎，姑娘，别看热闹，赶紧卸花去。走啊！走！好样的！ 看了精彩的那达慕，神奇的大草原，神奇的那达慕，让人难忘，让人思考啊！行了，姑娘，就送到这儿吧。哎，首长，按照我们蒙族风俗，应该请您到我们的毡房喝碗奶茶。谢谢了，下一次吧，下一次专门来拜访。 有人病了！什么？有人病了！我们走。小柳，报。怎么样？报告师长，菜都快凉了。哎呦，魏师长，首长会不会被基地留住了？不可能，我跟陆司令都商量好的，今天咱们接风，基地明天再办嘛。对呀，要不我们去迎一迎？哎，对，这样啊，你们几个在这等一下，成功，你跟我到基地招待所去一趟。是。好。同志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哦，这是我们321师的师长，我们是来请楚副司令的。对不起，首长还没到。什么？首长还没到。首长还没到啊？是。
对，我是魏松平。首长，魏师长他们到了。魏师长，首长还等着您呢。报告，副司令员同志，321师师长魏松平奉命报到。都来了，你们先坐吧。我这马上就好。哦，魏师长、庞团长，请吧。站着干什么呀？坐啊！都是当兵的，哪那么客气？快坐，快坐。腾个地方。小强，坐呀。走，把那车上好酒拿来。好嘞。哎，首长，我们那儿都准备好了，想请首长到我们那儿去。哎呀，今天我该请你们，你们打了胜仗，我理所应当的应该请你们。来，庆祝咱得喝点酒啊！是的，喝次庆功酒。来，坐下，站什么呀？来，喝点好酒。首长，让我来吧。首长，听说这个帐篷，还有这些野餐的炊具，都是你亲自设计的啊！你还别说，有关部门还让我申请专利呢。没想到首长还有这方面的专长。我这算什么专长啊？闲着没事瞎琢磨。你看诸葛亮，事必躬亲，忙里偷闲还设计了木牛流马，而我们呢，和平年代没仗打，吃着皇粮再不琢磨点事儿，那可真的说不过去啊。首长没有看上这次演习，我们都很遗憾。哎，我今天可不遗憾啊！今天有幸在那大部会上看到了一场真正的较量，一场真正男人的较量。蒙族人的赛马、射箭、摔跤，一项比一项精彩，给了我很多启发，很多思考。哈，我今天算是两不误，在电脑里看到你们演习了，一边是现代化装备，一边是传统竞技，可给人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啊！首长，我们红军方面确实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特别希望得到首长的指示，以便我们进一步总结提高。你们的演习我看了很不错，战术思想明确，作战决心果断。只是最后我没大看明白。最后？啊，你们过来。你们看，红军还没有攻上蓝军阵地，蓝军阵地怎么插上红旗了？这表明蓝军主动放弃阵地。蓝军认输应该插白旗才对，怎么会插红旗呢？会不会出了叛徒？哼！首长，蓝军的行动没有按演习预案进行，有个别人在捣乱。啊，真捣乱也好，假捣乱也好，总之，蓝军彻底败。蓝军指挥是谁？鲍首长，是康凯。康凯，童秘书。到。马上让康凯到我这来。是。我去找过他，他不在。他的参谋长说他病了。病了。首长好。
你们团长呢？他病了。哦，楚副司令员就是来看你们团长的。看来病得不轻啊，得的什么病？拉肚子。哼，拉肚子吃牛黄清胃，这大夫够厉害的。矫枉过正，给牛治病的吧？以毒攻毒嘛。到底得的什么病？报告首长，我是装病。你不仅会装病，还会装蒙族人。首长，我本来就是蒙族人。拿大漠上的达尔汉，好一个博克手！首长也去那大漠了？你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啊？首长能去，首长能去。参演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陆军321师蒙古团团长唐山公，稍息。是。稍息。这面旗帜设计得很好，战旗就是战斗作风、精神面貌。希望你们无愧于猛虎团的光荣称号。副司令员同志，蓝军参演部队集合完毕，请点检阅。吉林蓝军野狼团团长看改。徐少奇，这儿。赶紧！你们的速度真快，一夜之间变了模样。这面旗子设计的不错，典型的蒙古草原狼的图腾。希望你们能像狼一样凶猛善战。怎么没有口号声？报告首长，狼没有口号，只有沉默。那总得说几句吧。首长，我们内部有个口号，说演习用我必败。小参谋长，严肃点。实话实说，说的不错。
请上席。下面我们请军区的处副司令给我们做指示。同志们，请稍息。我下部队来，很多干部怕我讲话，因我说话不好听，批评多，表扬少，很容易得罪人。今天我就不讲话了，就用我刚才念过的2支枪发个言。请2位战士上来吧。口号喊得震天响，枪没响。你的嘴巴不响，不知道你的枪响不响？都说公务员是团长的影子，你看看你啊，一天到晚把自己弄得跟泥猴似的，净给我丢人现眼。演习打完了，马上要离开基地了，得有一个凯旋的样子回去吧？啊，是。团长，我真羡慕你。羡慕我？啊！我爸说，你是全军区最年轻的团长，还是咱猛虎团的。这多厉害！我还羡慕你呢。哎，团长，有女的。论协同意识与协同作战，庞团长这么忙还不忘学习啊？哎，这是我们团长写的书啊。要不要？到，出去吧。好。庞团长年轻有为，学有所成啊。喝点水。闲暇的时候随便写的。前年我从俄罗斯留学回来，写了一本冷战以后的东西方军事。这些书专业性太强，你可能不爱读。这还有2本比较通俗一点的。是吗？嗯。书名叫什么？战争也是游戏。还有一个是一个士兵和国防部长的对话。你都读过了？读过，写的不错。真没有想到这书是你写的。啊，我用的是笔名成功，其实就是取的成功的意思。你可以理解成追求理想的成功，也可以理解成追求事业的成功。成功嘛，是一个男人一生价值的体现。你嫂子是搞舞蹈的，12岁就当兵，论军龄比我长，职务比我高，现在已经是正师职待遇。这么说，他不成了你的首长了？准确的说，如果我们家有孩子的话，我是第4把手。哎，还没洗手呢，洗手去。妈，这有个当医生的妹妹，就做哥哥肯定得遭罪哟。你呀，就该有个当医生妹妹好好管管你。来，甜甜，尝一尝藕粉，这是我从宁州带来的。藕粉？嗯，我多少年没喝了。对呀，小时候你最喜欢吃藕粉了，烫吗？嗯，慢点。好喝。好喝吗？我爸没来。没有啊。怎么？他说要来吗？对呀，他让我给他翻译几份外军资料，让我送到这儿来。你翻译？啊。你听听，我这个妹妹是医生，她还翻译，这简直太有学问了。嗨，什么学问呢？只不过是工具和钥匙而已，就像你会开车会电脑一样，只能算是一门技能。哎，怎么能这么说呢？外语的用处以后越来越大。我现在也在职自学，但就是头疼这个外语。哎，妹子，以后你得多帮帮我。拜我为师。拜你为师。你呀，你好好向他学习学习吧。我给你们做饭去。哎，聊。哎，妹子，
你翻译的这是什么外军资料？美国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的一些资料。我能看看吗？我知道你这个蓝军团长肯定会对这个感兴趣，就给你打印了一份。未来战争实验室。太棒了！你爸爸就跟我谈过基地的职能转变的话题。咱们基地不能再搞单纯的训练保障，应该向组训和导训的方向发展。对，我们基地目前的规模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欧文堡。对，没错。可是从作用上来讲，却比人家差远了。在欧文堡，美国本土的部队每隔18个月就要来轮训一次，来感受战场环境和战争氛围，在对抗演习中学习打仗。你看这个资料里说的，在海湾战争中出尽风头的美军第24师，他们在欧文堡就受过7次以上的训练。美国官兵战后大发感慨，他们说在海湾战争中碰到过的所有情况，在欧文堡都训练过。我听说欧文堡也有一个蓝军团。对，在这儿。叫模拟敌军部队，在冷战年代也叫苏军机步团。这个团配备的是清一色的苏军武器装备，完全按照苏军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案进行训练。你看，就连作息和就餐时间都跟苏军的一模一样。你说欧文堡为什么名扬世界？就因为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战场仿真系统。哦，你有什么事儿？不是说好了要对你跟踪采访吗？今天正好放假，聊聊吧。哎呀，今天恐怕不行啊。康凯的母亲来了，我得去看一看。那好，那今天就不谈别的了，我就问一个问题：楚副司令今天在演习讲评会上什么话都没说，只开了一枪，你有什么感想？不太好说呀。为什么？楚副司令像一个深潭，深不可测。不像你，我像什么？你像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政委，问您点事儿。楚副司令在讲评会上开的那一枪，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你说呢？这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口号响的枪不响，枪响的嘴不响。这意思不是明摆着呢吗？大家伙议论的可多了。都有些什么议论呢？谁议论的？哎，政委，你看，怎么回事？谁呀？在这瞎胡闹！哟，师长，师长，是您呐？啊，您这是？哎呀，这个草样的蚊子太厉害，蚊香驱蚊剂都不管用，哎呀，还得用这个土办法。小柳到，去你通知一下，让他们每个帐篷都派个人来，拿脸盆到这儿来取烟灰来。是，师长，让我来吧。没关系，我来吧，我来吧，师长。你来，你来。您看，这种事情让您来操心，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师长，您看，您这一身灰，赶快去洗洗吧。哎呀，没事儿，我总不能看着蚊子把我的兵给抬走。对。哎，师长，这是什么草啊？这个，艾草。哦，老家全用这个熏蚊子。师长，这行吗？当然行了。这烟怎么闻着有股骚味儿啊？我告诉你啊，祖传秘方，绝对管用。今天讲评会上我打了一枪，有感而发，不免有些唐突啊，肯定有不少议论吧？哎，杨政委，你是政委，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认为这一枪是首长对我团的严厉批评我们没有用抓安全管理那样的力度去抓军事训练，也没能像基地以狼团那样切实把实战观念带进练兵场。黄团长，到，你好像有话要说。我不认为首长这一枪是批评，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启迪。现在是信息时代，应该把机械化、信息化
这些新的概念带进我们的演习场，要使新的武器装备形成新的战斗力，让这个战斗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生质的变化。好嘛，一对主观，两种看法，一声枪响听出两种不同对立的声部，不简单呐。康团长，既然你不想让你的参谋长说，那你说。我能说什么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我不想评论别人，我谈一点自己的感受行吗？怎么说都行，说吧。我认为首长这一枪，既不是批评，也不是启迪，而是提醒。又是一家之言。说说，提醒你什么了？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枪还没有到了用不着的时候，如何像管枪那样去练枪。我们不能只管枪，我们还得练枪。但是如何去练枪呢？上级并没有像抓管枪这样的力度来抓练枪。于是我们军人就疏远了对枪的感情，甚至会把枪当成是一种负担。可是军事训练恰恰又是我们部队建设的中心和本体。每次想到这些，我的后脊梁都在直冒冷汗。说，接着说。刚才基地陆司令对训练基地建设发展的构想，以及康团长对蓝军团职能转化的谋划，我认为都很好。但是具体落实起来会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从长计议。同时对一些问题也还欠考虑。对不起，魏师长，我打断你了。可是我说的是真话。既然是真话，那你就先说吧。说到这话头上了，我也憋不住了。我说两句。在座的，我职务最低，人微言轻。可是我当兵也快20年了，当过多次蓝军，多次红军，对红蓝对抗，我有发言权。以往对抗双方，那都是一家人，从制定方案到战斗实施，那都是自导自演、自演自评。橡胶弹一打，部队照着预案跑一遍，不见炮弹出膛，只见目标开花，红旗插在蓝军阵地上，红军得胜回朝。我认为，这种练法不能再继续搞下去了，要不然，演习成了演戏，作训成了作秀，谋战成了谋官。魏师长，肖参谋长的言语确实有些偏激，你怎么批评他都行。但是我认为，关于红蓝军对抗的话题也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传统的训练模式必须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话题了。如果说蓝军一击就溃，一打就败，那么对抗也就失去了训练的意义，基地和蓝军的设置就起不到磨刀石的作用。这种自欺欺人的胜利长期笼罩着我们的训练，这样一来就会拉大我军和世界上先进国家军队的距离。我们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再也不能这么自我陶醉了。康团长终于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一点小小的胜利不至于使我陶醉。我看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胜利笼罩在什么地方，而在于失败长期笼罩在蓝军。将心比心，你们这种情绪我可以理解。如果首长同意的话，我们红蓝双方可以互换位置，我陪你练一回，也好让你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美美的透一口窝囊气，怎么样？那又何必呢？我还当我的蓝军，只要不搞百练，不设预案，实打实的来个真对抗就行。那对你康团长来说太不公平了吧？我们猛虎团是机械化团，刚刚更换了新装备，有2个营配备的是全军最先进的G9坦克。你们野狼团刚刚拼凑起来不到1年吧？坦克也都是旧坦克。说到底，现代化战争拼的就是实力，就是再给你2个坦克营，结果对于你来说是一样的，失败。我什么都不需要，
就以我现在的实力，要败我也败得实在，败得有价值，就是当靶子我也当活靶子。哼哼，看来虎王和狼头真要较上劲儿了。老魏，老骆，你看，我看让他们按新的训练模式打上一仗，探索一下训练改革的经验，我们基地一定会积极配合的。现在我宣布，321师参演部队推迟返程。猛虎团作为红军，与蓝军野狼团进行一次没有预案的对抗演习。这次演习的总要求是：红军方面所属部队全部投入，7天之后，在基地西部1207与1215高地一线地域集结。蓝军方面所属部队全部投入，3天之后，在基地东部涵盖地域集结，双方拉开120公里，护卫攻防，寻机歼敌。给你们3天的准备时间，背靠背。双方拿出作战方案，报军区机关和基地导调中心。双方以最先歼灭对方兵力1/3，或瘫痪对方指挥系统为胜利。至于怎么去取得胜利，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虎是猫，是狼是羊，就看你们这一仗。都明白了吗？明白。执行命令。是。成功，这次对抗好像不会那么轻松啊。没什么，慷慨不过是想出口气。咱们正好借这个对抗，把新老装备的协同再练一下。丢开演习预案，背靠背的打，咱们没有实践经验。我担心实兵交战，意外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咱们还是多做几手准备好啊。作战方案我已经拟好了，就在我电脑里，你去看一看再说。好。我有一种预感，这一关不好过。成功，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作战方案你先看一看，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再沟通。后天报上去也不迟。好。哎，庞团长，梁政委。是楚记者呀。啊。升到坦克里去了。不实际看一看，怎么能写出东西？楚记者，我们最近忙了点儿，也没派个人陪陪你啊。没关系。刘成林，到，出来。是。团长，政委，彬彬啊，楚记者这2天非常辛苦，特别的深入。他准备给咱们团啊写一大篇东西。刘部长，动员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马上准备好。那就快准备去吧。是。小楚，哎，你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们提。别的没有了，我只需要你。需要我？梁政委。能不能给庞团长腾出点时间啊？当然可以，你们谈吧。好，再见啊。谢谢。庞团长，听说你们猛虎团7天以后要和野狼团打一场演习，而且这场演习是没有预案的实兵对抗，你的信心怎么样？应该说，没有任何悬念，十拿9稳。从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特别自信，
好像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胜利二字永远都写在你的脸上。照你这么说，我的脸都成黑板了。这样吧，我们出去走走。好。走。哎，看看，我这次借出国比赛的机会，跟国外的艺术学院谈妥了，正式聘我为客座教授。哎，他们还主动提出来给我办绿卡，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搞文艺真是走到哪都吃香啊。我吃香，那你不吃香啊？我酸。行了吧，你又来了。哎，你怎么那么忙啊？没有一次能采访完的。那是你没完没了。哎，团长，怎么了？哎，作战方案我看了好几遍，有几个地方想再跟你交换一下意见。我说，你这心怎么有时候细的跟女人似的？我是你的参谋长，心不细能行吗？带兵打仗有70%把握就可以打了，过分谨慎往往容易贻误战机。哎，您看啊，这几个地方咱们再商量商量啊。那走吧啊。哎，咱们今天必须采访完，社里还催我交稿子呢。你们看还有什么招？参谋长，绝了！猛虎团做梦都想不到我们会拿出这么个方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黑白两道都用上了。哎，瞎说，什么黑白两道？兵书上这叫奇正相生，是吧，参谋长？头，该打句号了。团长，想什么呢？我在想小时候的事情。我们在研究方案，你怎么想到小时候了？小时候的一个大雪天，大人们出去打猎了，剩下我们这些小伙伴在那看羊圈。就在我瞎转悠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十分隐蔽的狼洞，洞口还有比较新鲜的狼脚印。你知道，对于草原人来讲，能掏到狼崽将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对狼洞发起了攻击。当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把这个狼洞打开时，却发现是一个空洞。等我们再回到羊圈，才发现10几只羊早就让狼给叼走了。方案基本上可以，但是第3回合再调整一下。对，咱们野狼团就应该用狼的战术，我们就应该成为狼，成为像狼训导和魔力草原人那样来训导魔力红军。可惜我们跟狼相比，还是相差太远了。还远呢？我是担心一不留神把猛虎团打趴下了，不好办。人家毕竟是红军团嘛。你想来个友谊第1，比赛第2是不是？这回可不是摆练，是玩真格的。你小子想留点劲儿，回去抱老婆去？高兴得太早了吧？别忘了，对手是一只虎，我们的实力还远不如人家呢。再说彭成功又在国外淬过火，指挥上很有一套，我们能盯上一阵子就不错了。但我们必须尽全力的去打，因为魔力红军是我们蓝军的责任，而魔力的质量就取决于战场上的仿真程度，而仿真程度的高低就看我们的态度和本事。第3回合，现在就干！我看这套方案可以啊，来，大家看一看，有什么想法？这套方案我看了6遍，很好，又给了我一个学习军事的好机会。我看可以立即上报，按照方案立即进入准备。田参谋长，你看你有什么想法？我倒没什么想法，
我就是有点担心呢。你总是那么多担心。新老坦克的通讯设备不配套，到时候误事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问题不大。不过我倒是觉得，咱们是不是出手狠了一点啊？有点像大人打邻居小孩的感觉。作为作训股长，有这种思想可要不得呀！啊，是。同志们，我们这次是真打实练，真的是狼来了。东郭先生的故事大家不会陌生吧？团长说的对，这回可是真的狼来了。按照康团长的说法，真正狡猾的不是狐狸，而是狼。我请大家都给我听好了，这个方案要绝对保密。必须做到滴水不漏。首长，对，是我。猛虎团和野狼团的作战方案，你收到了吧？军区训练部已经给我送来了，我刚刚看完，2个方案做的都不错。看来双方出手都够狠的。现在他们虎狼双方的准备工作都很扎实，按照各自的预定方案向前推进。今天晚上就可以向集结地拉动。战争是检验军队素质的最好手段，而和平时期磨砺部队、检验训练成果的最有效的手段，应该是仿真战场的对抗性演习。刚才来过电话了，说是要把主力者送到火车站。这家伙还来劲了，也就是剃头刀子了。小飞啊，哎，你怎么还不上车？我去上了趟厕所，我出来找不着车了。行了行了，去我的车吧，去吧。哦。卫士长，情况怎么样？已经做好了向待机地域开进的准备。好。韦小飞，回来。爸，你叫我什么？首长。迷迷糊糊的，你干什么去啊？MP3丢了。什么屁三儿屁屎的？哎，你怎么从指挥车上下来啊？哦，警卫班的车他没赶上，坐我的车吧。不能让他搞特殊。去，上步战车，跟装步营过去。小飞，去吧，一营马上就要出发了。是，首长再见。不像话，庞团长，不能让他整天带着俩屁三儿啊，听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他没收。师长，你有什么指示吗？啊，你过来。上次演习我们打得不错，首长和上级机关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那已经过去了，我主要是担心这一次，你们不要盲目的乐观。作战方案你不是看了吗？你们的方案没问题。我主要是考虑野狼团那边，康凯对这次对抗表现得异常的积极，心里肯定有打算。使用什么新招，我们一点底都没有。打仗嘛，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我们的方案再好，如果没有针对性，那就成了无的放矢和盲目进攻了。师长说的有道理。我们的特种侦察分队已经开始行动，很快就会摸清蓝军的情况。面上的情况容易侦查，但真实的战术意图就搞不清楚了。我想康凯不可能永远趴着不动吧？只要他有动作，我们就可以综合分析出他的战术意图。等他动起来再摸就晚了。这次是没有预案的对抗，背靠背的打，就更需要摸清楚对方的底牌。师长，我觉得这次对抗也算是一次特殊的考核吧。我们不摸他们的底，他们也不明白我们的意图。何况我们的装备要强于他们数倍，只要我们发挥出优势，胜利的把握还是很大的。既然是考核，就不计较过程，只看重结果。哎，你们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呀？至少85%吧。那你看，起码还有15%是没把握吧？红军团是要拿满分的呀。这次演习对我们至关重要，
我不用说，你们也清楚，重要到什么程度。好吧，庞团长随部队开进，梁政委留一下。师长，还有什么任务吗？你去找康凯谈一谈。现在？谈什么呢？谈感情。团长，除了3连的3辆坦克发动机出现故障外，其余的车都已进入待机地带。什么原因呢？这3辆车一直作为教练车，发动机早就该报废了，要不是组建蓝军，早该进场回炉了。3辆坦克，演习快顶上半个连了，为什么不修理呢？修理连说了，不值得修，早晚是红军的靶子，所以一直没管它。通知修理连，连夜抢修。这次对抗，我们跟人家实力相差本来就很悬殊，趴在家里怎么能行呢？就是当靶子也当回活靶子。是。我看不像是钢垫的事儿，问题可能出在油泵上。哎呀，算了吧。这样吧，你跟部队出发，我去趟修理连。哎，你别去了，你赶快回去吧。嫂子刚从国外回来，久别胜新婚呢。走了，好。就凭你们现在的实力，想打败猛虎团，恐怕不太可能。可你们想像以前那个样子，摆样子就能来个得胜回营，恐怕也不可能。但红军团你是了解的，什么时候败过？蓝军团从组建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胜过呀。这次你想翻个身，现在还不好说。这就对了，你根本就没有取胜的把握。没有把握才具有挑战性。好，就算是挑战，也得量力而行，得有个目标，有个底线。你的心理底线到底是什么呢？赢到哪一步 OK， 输到哪一步叫停？梁明辉啊，梁明辉，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说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你是红军团出来的，红军团的历史，猛虎团的荣誉，你是一清二楚。还有，你和红军团这10几年的感情。说白了吧，这一仗胜败对你蓝军团无所谓，可对咱猛虎团、对321师至关重要。你还不明白吗？我不明白。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给我装糊涂？石杆里的风吹了已经不止1天了。说实在的，从我个人感情上，我真不希望321师因为一场演习就丢掉王牌式的番号，更不愿意看到红军团在我手中从编制序列中被抹掉。有这么严重吗？侃侃啊，梁政委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你这蓝军的团长到年底就走人了，那何必跟老部队老战友较什么劲呢？哎，你们这酒就这些了啊，不许再喝了啊。明辉啊，你不是不抽烟吗？哦，我陪他抽一支。别说你们对老部队的感情，就说我们这些搞文艺的吧。传说军区3个团要合并成1个团，只留100号人，很多人都流泪了。明辉。
明白了，咱们俩的感情这么多年来暂时不说，你我还有雨晴，咱们都明白。我也快到杠了，说快今年年底，说慢明年脱军招走。可我实在是不甘心，我心里就好像窝了一团火，烧得我整夜的睡不好觉。且不说我们蓝军团整天用自己的虚伪去为别人戴上一个一个胜利的花环，就说你们的王牌是猛虎团，整天口号喊的是震天响，什么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可有多少必胜的把握啊？还有什么一心谋战，我看是在一心谋官，一心谋实惠。还有更可笑的，什么真练真准备。你说我们当兵扛枪打仗保卫祖国，能假练假准备吗？啊！你看看人家地方上的各级政府，都在讲究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推行问责制、行政许可法，都在动真格的打假为老百姓办实事。可我们反了几十年的形式主义，现在依然是大有失常。演习成了演习，训练成了训嘴。整天走场子作秀，耍把式，咱们演给谁看？啊，我们在自得其乐，自我欣赏。慷慨，你冷静点儿。好，就说梅雨晴吧，你看，人家得了这么多的奖杯，金的、银的、铜的、铁的，该得的人家都得了。作为军人，在他的这个行里，可以说已经是尽力了。可是得了这么多的奖杯，能证明什么呢？人家就不敢来招你了，就不敢来打你了。你能拿着这奖杯去把别人的飞机给砸下来？这哪儿跟哪儿啊？说着说着把我也给烧进去了，真是喝多了。小金啊，到，跟我一块吃吧。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去吧，我在街上买点东西。好，就这样。老梁。我知道今天是谁叫你来的，我不想为难你。你空手而归也不好交代。演习方案全在这儿，你拿走吧。这比骂我还让我难受。我走了，希望你好好的打，狠狠的打。你说的对，在新军事变革的今天，我们做不了那种举国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圣贤。可我们没有一点可陶醉的资本了。现在不但有人陶醉，而且还有人在沉睡。让我们一同来唤醒他们吧，也包括你我。您的真理清不清楚？8两8，8两8，8两8，呼叫，科长回答。8两8，收到，8两8，收到。报，团长，201长报告，在1423高地、1102高地一带发现红军侦察飞队活动，报告完毕。知道了。速度还挺快，团长，要不派几个人干扰一下？不用了，让他们来吧。哎，参谋长，调队的那3台坦克跟上来了没有？已进入505丘陵地带。通知他们向南运动，作为预备队，在鳌包山一线待命。是，老陆啊，楚副司令员什么时候来，你一定要事先通知我们一声。
好，那就这样。哎，报告。哟，小亮回来了，知道？啊，刚才陆司令员来电话，提醒我们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同时，他也认为我们的作战预案制定的比较严谨。楚副司令来看演习吗？首长还是老习惯，不说来，也不说不来。依我看，首长来不来都一样。我们的演习又不是打给首长一个人看的。话怎么能这么说呀？首长来与不来，说明首长对你重视程度的不同。杨政委，谈谈情况。我跟康凯见了一面，聊了很多，也聊得很深。摸到什么情况没有？有关作战方面的情况，没谈出什么，但了解到康凯的一些态度。作战方案的内容，一点没谈，真的没谈。不过，康凯的动机很明确，就是想在某个地方狠狠地打我们一拳，让我们放下花花架子，让我们认识到训练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减少一些表演痕迹。哼，这就是你的不小的收获，啊？对。我认为，我们的作战方案中，预备队的编成就很弱，只有一个装步连和一个坦克连的兵力。自行火炮营只安排在火力准备阶段时投入战斗，而没有火力与坦克、坦克与装甲步兵的协同。我就怕一旦打起来，战场形势并不是我们预想的那样，我们有可能会陷入被动。战场情况的变化是可能的，但是与蓝军相比，我们占有绝对的强势，强势就是战场的主宰。啊，我们怎么会变成被动呢？魏师长，我认为梁政委说的有道理，但是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主导着战场形态的变化，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在没有发生形势突变之前，不应随意更改作战方案，动摇作战决心。康凯真的是想和我们拼个鱼死网破？有这个因素，但不完全是。我了解康凯，在他的性格中就有草原狼的性格特征。狼不仅凶狠，而且机智狡猾。我曾听康凯给我讲过一些有关草原狼的故事。狼和狼群的行动从来不是盲目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也非常有耐性。如果不是他们设定好的袭击目标，就是到了嘴边也不会去碰它。如果有其他动物或是人伤害了狼族的成员，尤其是小狼崽，狼是非要报复不可的，而且一定会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所以，我们的方案还是要做到攻防兼备为好。好，梁政委，你今天的收获很有价值。如何防范被狼咬上一口？关键就是要知道狼怎么跟踪人，怎么咬人，准备什么时候咬人。好了，你们再考虑一下，好好研究一下步坦和火力的协同。是，我到战地医院去一下。